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大概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要來聊一個文學史上超級關鍵，但又充滿了人性偵查的一個時刻。故事的主角是英國文學史上兩位大神級的人物，威廉·華茲華斯還有薩米爾·泰勒·柯立芝。他們之間的一場衝突，不止差點毀了他們的友誼，更神奇的是，他竟然意外地為整個19世紀的出版和藝術界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革命。時間我們拉回到1800年，那時候華茲華斯跟他一輩子的好兄弟柯立芝正在準備他們合作的詩集《虛情歌謠集》第2版。華茲華斯在最早的校稿上面親手寫了這麼一句話。他把柯立芝的長詩《克里斯特貝爾》捧上了天，說這首詩是整本書的靈魂，是壓艙石。如果沒有它，這本書根本就不成立了。聽起來是不是根本就是一段偉大友誼跟藝術合作的完美故事，對吧？但是事情的神奇轉折就來了，才過了短短幾天，華茲華斯竟然來個180度大轉變。他突然決定要把這首《克里斯特貝爾》從詩集裡面直接踢掉。這個決定又快又狠，不只讓柯立芝當場心碎，也讓我們這些後來的讀者滿頭問號。這中間是發生了什麼事啊？我們來看看這個時間線，你就會感覺到那個張力有多強。1800年10月，柯立芝走了整整16英里，就為了去見華茲華斯，把這首詩的第2部分念給他聽。當時的記錄寫說，華茲華斯聽完是非常高興哦。結果呢，才過2天他就翻臉了，直接宣布這首詩出局。一直拖到隔年3月，柯立芝已經被逼到絕境了，才絕望地想出一個辦法，不然我們幫他配上插畫，自己單獨出版好了。你看，就這短短幾個月的拉扯，幾乎就決定了他們後半輩子的關係走向。好，所以這整件事背後到底扯出了哪些更大的問題？我們今天的內容就會圍繞幾個核心來拆解。首先，當然是這首詩跟這段破碎的友誼。接着，我們會把視角拉開，看看插畫在當時是怎麼變成一門大生意的。然後，你會看到當初那個看起來很純粹的詩人華茲華斯，他自己後來是怎麼轉型的。再來，我們會聊一個很有意思的美學問題：看得見不等於你看得懂。最後，我們會看到這股風潮怎麼飄過大西洋，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出版革命。好，我們就先從這段破碎的友誼開始。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一個關鍵點：華茲華斯為什麼要拒絕一首連他自己都公開稱讚又長又美的詩呢？這個答案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這裡面其實混合了藝術、商業還有個人情感的多重考量。首先，台面上的理由是風格不協調。華茲華斯覺得這首詩的超自然哥德風跟他那些描寫鄉村生活的樸實詩歌放在一起太突兀了。再來是更赤裸裸的商業考量。柯立芝的上一首名作《古舟子詠》市場反應並不好。華茲華斯很可能擔心這首更奇怪的詩會拖垮整本書的銷量。然後是更深層的個人好惡，詩裡面暗示了女同性戀、誘惑、邪惡力量這些元素。這種黑暗騷動的主題讓追求秩序跟道德的華茲華斯心裡非常不舒服。但最關鍵的一點其實是他的事業野心。他想要擺脫柯立芝的巨大影響力，以一個獨立詩人的姿態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文學帝國。你可以想象，這一次拒絕對柯立芝的打擊根本是毀滅性的。他立刻就陷入了自我懷疑的漩渦，他的鴉片癮也在那個冬天急劇加重。他曾經在一封信裡面用一種幾乎心碎的語氣寫下：華茲華斯是一個偉大的真正的詩人，而我只是一個形而上學者罷了。這句話聽起來真的充滿了心酸。一個公認的天才，在另一個天才的光環底下，感覺到了徹底的自我否定。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我們把鏡頭從這場個人悲劇拉開，看看當時更廣闊的市場。柯立芝在絕望中提出了那個配插畫的點子，其實不是亂槍打鳥，他正試圖抓住當時市場上一個正在爆炸性成長的全新趨勢。我現在告訴你一個數字，11000基尼。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這是1829年一本叫做《
The Keepsake 的年度禮物書，光是一期的制作成本，我幫你換算一下，在當時100英鎊就夠一個中產家庭在倫敦以外舒服地過一年。11000基尼相當於可以讓超過110個家庭什麼事都不用做，直接躺平一年。這筆錢放到今天，絕對是好萊塢 A 級大片的制作預算。這告訴我們什麼？詩歌插畫在當時早就不是小打小鬧的藝術創作了，而是一門極度燒錢、極度龐大的商業帝國。所以，到底什麼是年度禮物書？這是在19世紀20年代之後突然爆紅的一種新出版現象。他們是專門為了聖誕節市場設計的精裝書，封面超華麗，裡面有大量精美的銅版插畫。他們的目標客群主要是中產階級的女性，很多時候是年輕男士送給心儀對象的求愛禮物。最有趣的一點是，這些書的真正賣點是視覺，也就是那些被稱為裝飾品的插畫，而不是書裡的文字。你想想，買一本書送給心上人，既展現了自己的藝術品味，又低調地炫耀了財力，這根本是一種混合了金錢與浪漫的完美社交工具。了解了這個背景之後，故事裡最諷刺的一幕就上演了。那位曾經為了藝術純粹性、為了商業考量而拒絕好友詩歌的華茲華斯，最終他自己也一頭栽進了這股商業浪潮之中。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轉變路徑。早期他非常強調詩歌應該使用真實質樸的語言，但是時間一久，他那些又厚又貴的多卷本詩集銷量越來越差，他開始面臨財務壓力。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前面提到的那本超級豪華的禮物書 Keepsake 向他開出了100基尼的天價，只為了買他短短12頁的詩。100基尼耶，這在當時幾乎是一個普通人一輩子的收入了。華茲華斯根本沒辦法拒絕。從此之後，他就打開了商業化的大門。他意識到插畫版詩集是維持收入、鞏固自己詩壇名人地位的必要手段。他不再只是一個詩人，更像是一個懂得經營個人品牌的 CEO。這裡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有一次，華茲華斯同意一位老師為學生制作一個便宜的詩集選本，他的初衷是為了普及教育。結果呢？這位老師轉頭找了倫敦的出版商，把這個所謂的廉價版包裝成了一本全新的精裝的、適合在聖誕節銷售的禮物書。華茲華斯跟他的出版商氣炸了，但這本書賣得非常好。這件事完美地說明了當時市場的力量有多巨大。他會把一切都捲進這個以視覺為導向的商業邏輯裡，不管你最初的意圖是什麼。好，有趣的地方來了。當華茲華斯在商業上擁抱插畫的同時，在他的內心深處，卻對看得太清楚這件事抱持着深深的懷疑。這就帶我們進入下一個更有趣的美學思辨。你會發現，華茲華斯和當時最偉大的風景畫家泰納之間存在着一種驚人的共鳴。他們都認為，最高級的藝術有時候反而是要故意讓你看不清楚。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兩位大師的技巧。在華茲華斯的詩裡面，他很喜歡描述一種光亮的朦朧。比方說，他說一群羊走過揚起的塵土，讓牧羊人從一個具體的人變成了一個模糊的斑點，最後完全消失。在另一邊，畫家泰納也在做類似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畫雄偉的白朗峰，卻故意把主體推到畫面的角落，讓你先注意到前景裡各種雜亂的活動。他畫蒸汽船，卻用大量的煙霧跟水汽把它幾乎完全遮蔽起來。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他們想告訴你，真正的觀看不是用眼睛把每個細節都看得一清二楚，而是要透過這種模糊跟遮蔽，去啟動你的想象力，去感受一種更深刻、更內在的視覺真實。華茲華斯自己的這句話就完美總結了這個核心的藝術信念。他說：“當想象力超越了眼睛所見時，我迷失了。”如在雲中。對他來說，真正的洞見來自於內心的想象，而不只是視覺。這也解釋了他對插畫那種又愛又恨的矛盾心態。插畫把一切都畫得太清楚，反而可能會扼殺讀者自己的想象空間。接下來，我們進入最後一個關鍵點。這股在英國興起的詩歌插畫風潮，並沒有停留在當地，它漂洋過海，在美國引發了一場規模更為龐大的出版革命。在19世紀中後期，美國的識字率跟圖書消費力是爆炸性增長，讓它很快就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插畫書市場。
大量的歐洲藝術家、雕版師傅都跑到美國去尋找機會。插畫師級不再是精英的專利，而是走進了千家萬戶的客廳。在這個過程中，還出現了一種很有趣的階級品味之爭。當時的知識精英普遍認為，黑白版畫更能體現藝術的線條和形式，是高級的、知性的。而那些色彩鮮豔的彩色石版畫，則被看作是給大眾看的，甚至是有點俗氣的。這有點像今天有些人覺得看黑白藝術電影比看商業特效大片更有品味一樣。這背後其實是一種文化階級的體現。這股風潮的最終演變，就是藝術家跟作家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有些詩人不止自己寫詩，還自己畫插畫，甚至自己設計書籍的封面，達到一種創作的完全統一。反過來，詩人為一幅畫寫一首詩，也就是所謂的題畫詩，也變成一種重要的出版潮流。文字和視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華茲華斯和柯立芝之間的一場個人衝突開始，看到他如何意外地觸發了柯立芝對插畫詩集的想象。這個想象又恰好撞上了19世紀蓬勃發展的商業出版浪潮。最終，這些最初被一些人視為過於商業化的插畫書，反而完成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們把詩歌這種曾經屬於少數精英的藝術，帶進了普通人的生活，讓它成為可以被看見、被觸摸、被珍藏在家庭書架上的一個具體物件。一個小小的個人恩怨，最終竟然推動了一場藝術的民主化革命。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